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中国餐桌上的一些礼仪。那为了准备今天的视频呢，我特地到网上去查了一些资料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多。有一些呢，甚至连我都没有听说过。那今天呢，我不会跟大家讲的太复杂，挑一些简单的、实用的跟大家讲一讲。那说到在中国吃饭呢，可能很多老外都会有点不太习惯，因为在西方的国家呢，大家都是一人一份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很少去分享食物。但是在中国呢，我们烧菜的话就会烧一大碗，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子。那可能有些外国人呢会觉得这样的方式不太卫生。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家庭也会采用公筷。那公筷的意思呢就是公共筷子。就大家都用公筷来夹菜，然后夹到自己的碗里以后呢，再用自己的筷子吃饭。那这样再用自己的筷子吃这个菜或者饭，那这样呢就会比较卫生一点。然后其实呢，现在在中国一些比较好的餐厅都会提供公筷或者公勺。公勺呢就是公共的勺子。其实在中国呢也有很多餐桌礼仪的。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去餐厅吃饭有好几个人的话呢，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圆台面。那圆台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张圆形的桌子，然后上面呢会有一个转盘。其实这个转盘的设计呢是非常棒的，因为当我们点很多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需要站起来，然后夹离你很远的那些菜。那有了这个转盘呢，你就可以把那个菜转到你的位子前面，然后再去夹那个菜，就非常的方便了。但是如果做圆台面的话，有什么讲究呢？如果你去中国出差或者游玩，被邀请跟中国人一起吃饭的话，那比如说主人邀请你到餐厅吃饭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子应该怎么做呢？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圆台面。对不起，因为这是我画的，所以画的呢不是特别的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门。那对着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叫主位。那主位的意思呢，就是主人的位子。那一般坐这个位子的呢，就是主人或者请你吃饭的那个人。那一般坐这个位子的人呢，他是也是会付钱的那个人。然后靠近主位的这些个位子，越靠近主位，他的身份呢就是越尊贵的。那比如说如果像以前我们公司请我们的外国客人吃饭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位子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或者经理坐这个位子的。那吃完饭以后呢，他也是会付钱的。那旁边的两个位子呢，一般就是客人公司身份就是级别比较高的人吧，就比如说客人公司的经理或者是老板这样子，然后依次坐。那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会坐在这些位子，因为我的级别并不是很高，我不是经理也不是老板，所以呢我可能会安排在这些位子这样子。那我也去查了一下，到底是主人左手边的人的职位比较高呢，还是右手边的人职位比较高？那网上呢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些人呢会说
在主人左手边的左手为尊，有些人呢又说右手为尊，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位子是更重要的。那在中国就是跟中国人一起吃饭的话呢，其实你只要知道对着门的这个位子是主位，然后主人身边的那些位子呢是职位比较高的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你去中国吃饭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，就是主人让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就可以了。在这里要补充一下，一般这样的结构呢其实都是包厢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包厢吗？就是说在中国比较好的餐厅呢，它都会有不同的包厢。那在包厢里面呢，其实包厢就是一个一个的房间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比如说客人在里面吃饭的话，就跟其他的客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有更多的私人的空间。那么在中国，比如说我们商务宴请的时候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请国外的客人吃饭的时候呢，一般人数会比较多，所以呢我们就会选择圆台面包厢这样子。那么在这种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，哪个是主位，对着门的是主位就可以了。但是比如说和一般的朋友聚会呢，就可能只有2-3个人3-4个人，人不多，我们也不会去包厢吃饭。那就跟西方的餐厅一样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没有那么注意餐厅的那种做法了。当然如果2-3个3-4个人吃饭的时候呢，你要看这个座位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比如说有些座位呢，它是像沙发一样的，沙发的座位就是比较软的。还有呢，可能沙发对面的那个位子呢，就是硬的这种位子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一般是让女士坐那个沙发的位置，或者是让客人坐沙发的位置。那也有就是即使不是包厢，也有对着门的这种位置。那一般呢也是请客人坐在对着门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表示对客人或者女士的尊重吧。下面来说一说在餐厅里点菜的事情。那在中国呢，主人都会让客人来点菜的，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表达尊重、表达礼貌的方式。但是作为被邀请的人呢，点菜不能太主动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一般呢都是主人会付钱的，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主人他的就是预算在哪儿，就是他可以承受多少贵的菜呢？你并不知道。所以呢当主人邀请你点菜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个不是太贵的菜，然后呢要记得在点菜之前问问大家这个菜你们喜欢吃吗？如果大家都说可以啊，你就可以点这个菜了。那进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等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，然后才开始吃饭。那比如说在家里，我们也是要等到所有的人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或者是小孩都坐到位子上以后呢，才开始吃饭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一般是由长辈先动筷子。就比如说如果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的话呢，肯定是让爷爷奶奶先动筷子，然后我们晚辈才开始吃饭。那吃完饭以后也是一样的，要让长辈先离开桌子，然后才是晚辈离开桌子，这样。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注意，要慢慢的嚼，不要发出声音。喝汤也是一样的，
我们要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喝，千万不要把碗直接端到嘴边喝。那在喝汤的时候呢，也要等到汤凉了以后，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烫的时候呢，再去喝，千万不要一边吹一边喝，因为这样的动作呢，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没有教养的。在中国的饭桌上呢，我们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。那这里要注意，如果你嘴里有食物的话，就不能说话，要把食物咽下去以后才开始说话。那在这儿呢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如果餐桌上有鱼，大家都知道鱼有正面和反面，正面反面都有肉。那当你把正面的肉全部吃完以后呢，千万不要把鱼翻过来吃，因为翻鱼这个动作呢，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不吉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特别是在沿海地区，如果家里是捕鱼的，就是要到海里去打鱼为生的这些人呢，我们把鱼翻过来这样一个动作视作为翻船，就是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出海打鱼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危险了，你的船可能会遇到风浪，然后翻过来。就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呢，翻鱼这样一个动作在餐桌上是认为不吉利、不礼貌的。刚才说到，在餐桌上，吃鱼的时候呢，不要把鱼翻过来吃。那其实我们中国人使用筷子，上面呢也有一些小禁忌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筷子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。那使用筷子这方面有哪些禁忌呢？就是在餐桌上呢，我们不要玩筷子，然后呢，也不要用筷子指着别人，更不要用筷子敲碗，那这些行为呢，都会被我们看作是很没有教养的。那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禁忌呢，就是千万不要把筷子插在饭上面。有可能有很多人呢都已经听到过这样一个禁忌了，但是为什么不要把筷子插在碗里面呢？因为这样一个动作呢，真的很像我们给死去的人上香的这样一个动作。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吃饭，千万不要把筷子插在碗里面。我们吃西餐的时候呢，都会有好几道的。那第一道呢，就是我们叫做开胃菜。然后吃完开胃菜呢，我们会点一份汤。汤之后呢，我们才上主菜。那吃完主菜以后呢，我们会叫一份甜点。甜点之后呢，就是咖啡和茶。那其实呢，在中餐里面，我们也分好几道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几道呢？那最开始呢，我们会点冷盆。那冷盆呢，其实是刺激食欲的，就是而且冷盆就是顾名思义，它是冷的，我们也可以叫冷菜。那冷菜之后呢，我们也会有一份汤。汤之后呢是主菜。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主菜一般都会有好几个菜的。那主菜之后呢，我们会吃甜点。当然，中国中式的甜点跟西餐的甜点也是不一样的。那在吃完甜点之后呢，有些餐厅会给我们水果，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就是在餐后吃水果呢，其实是对胃不太好的。当然，就是餐厅呢会在最后给到一份水果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其实中餐里面也是有好几道的，跟西餐差不多。好了，今天中国的餐桌礼仪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说的我自己都饿了。
好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